西班牙在上个世纪可能因为地理位置，或者说因为它自己的内战，受到国际局势的影响似乎比较小，但是在建筑方面，当时的各种思潮对它的影响还是很大的，也出现了很多看起来不一样的建筑。之前我们有提到过以柯布西耶为代表的粗野主义，在那个时候也有一种和粗野主义完全不一样，甚至是站在对立面的有机主义，其中的代表人物也是现代主义4大师之一的弗兰克·赖特，最著名的就是流水别墅。赖特所提出的有机主义或者说有机建筑，他自己也没有一个很明确的定义，整体有那么一点点朦胧，更多的是在描述一种感觉。如果说建筑是机器，和周围的环境相对独立，那么有机建筑就要和周围的环境更加的统一，更加的有包容性，自身跟外界形成一个统一的有机体。这个听起来有点泛，或者说有点虚，所以对于有机建筑的理解范围其实很大。那有的是模仿自然，有的是消隐于自然，但是在马德里有那么几个建筑，恰恰是结合了这两个看似矛盾的理念。今天咱们就去马德里看一下。首先我们去看一下离伯纳乌球场不远的托雷斯布兰卡斯大楼，也叫白塔。建筑师是弗朗西斯科·哈维尔·奥伊萨，是西班牙现代主义建筑师的代表之一，他也是马德里高等建筑技术学院的教授。大楼的设计建造时间是在1961年到1969年之间，开发商是胡安·瓦尔特·伯蒙特，一位西班牙的商人，他赞助了很多艺术家和建筑师。这栋白塔的建筑风格被很多人称为有机粗野主义。粗野主义有点偏向经济型的住法，这栋楼在粗犷的外表之下，定位是一栋豪华住宅。对有机建筑的体现，更多的是设计的灵感来源。建筑师希望这栋楼像是从地里长出来的一棵树，塔楼本身就是粗壮的树干，圆形的阳台就像树的果实、树叶。阳台局部交错布置，装饰也是木头或者涂上木色。圆形是重要设计元素，不管是建筑的房间、阳台，还是院子里面的景观。这栋楼更多的是体现出了科布的那种粗野主义。建筑的外表是不加修饰的混凝土，功能除了住宅之外，顶部的2层是餐厅跟游泳池。整栋楼可以看作是一个功能的复合体，有一点像科布的居住机器。据说原计划要建2栋楼，但是因为预算的关系，另一栋楼没有建。后来开发商胡安·瓦尔特将中间的一套豪华公寓作为设计费给到奥伊萨，奥伊萨在里面也住了将近10年。就跟其他知名建筑师的作品一样，一开始这栋楼会有不少的争议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这个建筑越来越出名，逐渐成为马德里的地标之一，很多影视作品都在这里拍摄取景。看完高层，接下去我们去看一座多层建筑，离马德里西班牙广场很近的公主大厦。建筑师是西班牙非常著名的费尔南多·伊格拉斯·迪亚斯和他的老搭档安东尼奥·米罗巴尔韦德，两人于1975年设计了这栋楼，用途是提供给军队的住宅。原先这里的住宅是一所医院，叫公主医院，后来经历了内战，有年久失修，这个时候正好要给一批高级军事人员提供住所，于是就把旧楼拆了，建造了一座住宅。现在这栋楼的功能就比较多，除了私人住宅，还有旅馆，底下还有商店。这栋楼的外立面也是未加修饰的混凝土，但是仔细看好像又很细腻。咱们从下往上看，底部的柱子不是常规的横平竖直，有造型也有线角，除了作为功能性的构筑物，还有一定的雕塑感。底部商店的玻璃跟这个柱子之间就形成了一定的虚实咬合关系。在上面的阳台，它做了一个斜面，交接处还做了倒角，局部的立面是弧形的。去的时候正好是早上，太阳出来的时候，阳光照上来，冷峻的材料加上阳光的暖色，这种阴影效果以及颜色对比还是非常有魅力的。每户之间的分隔也进行了雕塑感的处理，像花盆一样。正立面跟侧立面之间就有了明显的虚实对比。这栋楼最大的特点就是随处可见的垂直绿化，从建筑的顶部到阳台再到它的花园，不仅可以起到装饰作用，还可以为建筑降温，因为南欧的夏季确实非常炎热。大面积的绿化也给整座建筑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形象。
建筑的前方有一个庭院，底部有一些装饰的砖墙。因为建筑很长，所以内部也有通道通向建筑的另一侧。直白的混凝土材料，加上构建的一些细节，以及非常多的绿植，让这个酷酷的建筑带了点优雅。这两位建筑师更加出名的建筑，是更早的时候在1964年联手设计的西班牙遗产文化研究所，绰号是荆棘皇冠。当时去的时候没能够进去，因为它需要提前预约。从外部看，它很像一个体育场。仔细看一些细节和公主大厦有一些类似。入口是粗犷的混凝土，整个庭院非常的丰富，也是混凝土加绿植的组合。从上到下有不同的空间感受。这个项目的整个建设过程历时非常久，中间也经过大量的修改。从1967年开始动工，后来因为工程的反复加上资金不足，停工了一段时间，直到1990年工程才全部完成。现在也是西班牙非常重要的一个建筑。马德里的有机粗野主义相对来说要温和许多，甚至没有那么粗野。之前提到了2栋住宅楼都是高级住宅，公共建筑的重要性也非常高。表面看起来似乎跟粗野并没有太大的关系，只不过它的处理方式用了不加修饰的混凝土，但是在一些细节上，交接处线角还是有很多处理，更多的是在尝试结合各种各样的建筑思潮。这类建筑之所以吸引人，除了混凝土材料直接表达的那种原始美感，还有对于植物的利用，对造型的推敲，让一个比较刚的建筑带有一点柔的特性，让更多自然的元素加入到建筑当中。这也是这类建筑被称为有机粗野主义的原因之一。这两个看起来不那么搭的理论结合之后，也释放出了独特的魅力。